12生肖中唯一在现實中我們沒有見過的動物就是龍。龍對我們中華民族來說意義重大，自古以來有很多關於龍的見聞，它的最早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但是就這麼一個形象顛覆，甚至能不符合空氣動力學就能飛的生物，現實中真的存在或者說存在過嗎？有一種說法是，古時候人們出於对一些動物的畏懼和敬仰，於是把这些动物作為自己部落的圖騰。伏羲被人傳是人首蛇身的形象，有些地方說伏羲是人首龍身，所以伏羲部落的圖騰就是一條蛇。後來伏羲率部四處征戰，兼併了一個又一個的小部落，每兼併一個部落就會將這個部落圖騰的一部分加在自己的圖騰之上，最終形成了龍的形象。這種說法呢比較科學一些，並且也體現了我們中華文明包容萬象的這麼一個特點，但是細細深究還是有一些問題的。首先，作為一個部落的圖騰，那應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頻繁的改動就會有可能影響到圖腾的威儀。另外，1994年在遼寧復興茶海遺址出土了一個長達19米，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堆塑龍形圖案，距今有8000年的歷史。這個時期的這個龍的圖案已經有了明顯的爪子，以及明顯區別於蛇的頭部和尾部。而對伏羲存在年代的猜測，目前普遍承認的一種推測是在距今7000到5000年前，也就是說在伏羲存在之前就已經有龍的形象存在了。如此一來，龙的起源就更模糊了。早些時候龍的形象並不是完全的正面，比方說12生肖中馬牛羊雞狗豬6畜是人們為了經濟目的而馴養的動物，而鼠虎兔龍蛇猴6獸則是在一定程度上騷擾人類的生活。還有一些古籍中也記載了一些人在哪兒就遇到了一條什麼什麼龍，上去就是剝龍皮抽龍筋根據這些我們可以做出一個推斷，古人對待龍的方式跟对待老虎獅子這些猛獸的方式沒有什麼區別，感覺龍是一種非常常見的動物。另外在例如《山海經》這類書裡描寫了很多動物和動物，或者動物和人的混合體，比方說人首龍身或者龙首兽身之類的奇異生物，即便是它們有龍的某些特徵但是也並沒有明顯突出于其他混合体生物的特征。所以龙或許在古人眼裡和獅子老虎是一樣，是一種很強悍但是很平常的生物。關於12生肖的起源大部分人的認知都只停留在那個關於軒轅皇帝的民間故事中。12生肖真正的起源是什麼樣？古今學者對此也是眾說紛紜。而郭沫若就認為12生肖是從華夏以外的地方傳進來的，起源於巴比倫的黃道12宮，漢代西域諸國仿12宮而造的12生肖。但是在春秋時期，《詩經》和《左傳》上就分別記載着：吉日庚午，祭差我馬，以午對馬；龍尾伏辰，以辰對龍，辰龍午馬。這正好是和現行的12生肖的對應關係是一樣的，說明12生肖在我國是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這麼個趨勢的。但是郭沫若的這番言論卻把很多人的目光瞄向了國外，很多其他國家確實也有自己的12生肖，而眾多國家中，土耳其的12生肖和我國幾乎完全一樣，順序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們的12生肖中龍的位置在土耳其的12生肖中是鱷魚。仔細看一下這個生物確實和龍有幾分相似但是鱷魚頭上沒有犄角和鬍鬚至於飛的這個特性可能就是神話了。難道鱷魚就是古人眼中的龍嗎？為了探究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把目光瞄向春秋以前，也就是商周時期，在12生肖形成之前，來看看鱷魚和龍有沒有什麼聯繫。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甲骨文了，分布在長江中下游，中國特有的一種鱷魚，也就是中华鱷、扬子鱷，民間還有管它叫土龍、姑婆龍的，看上去好像和龍是挺有淵源的。但是在漢字中扬子鱷有一個專有的字叫做驼，這個字的甲骨文長這樣，龍的甲骨文長這樣，區別還是很大所以說古人對鱷魚和龍的區分還是很明確的。1996年，貴州省安順市出土了一具化石，化石的頭部還有一對犄角，可以看到長長的脖子、完整的四肢，各方面特徵都非常符合龍的形象。一直以來，古生物學家們都認為中國龍形象是我們祖先虛構的，但是這具化石的發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思路。也許古人認為的龍真的就是某種史前怪獸，甚至就是一種還未發現的恐龍也說不定。或許有這麼一種恐龍在當時的大災難中幸存了下來，甚至活到了幾千年以前，被我們的祖先無意間看到後心
生敬畏。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古時候人們看到的龍很可能是某種翼龍，比方說體重可以達到250公斤的风神翼龙，它的翼展達到了15米。因為早期的龙形象也是有翅膀的，又或者是古人只是意外的看到了某种恐龙的化石，然後腦補出了这麼一個神奇的動物。其實對於我們華夏民族來說，龍是否存在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如果這只是古人美麗的幻想，那就讓它繼續美麗下去吧。在我們中華民族的心裡，龍永遠存在，龍文化永遠傳承，龍精神永遠不死。羅斯威爾事件的背後隱藏着東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別。近现代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種文明比中華文明更高級、更先進。這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長保羅·肯尼迪在他的著作《大國的兴衰》一書中的話。上期結尾我們提到了羅斯威爾事件，我說這期跟大家講一下，這2件事呢，看似好像沒啥關係，但其實羅斯威爾事件是映射東西方文明差別的最好例子。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先從羅斯威爾事件的起因說起。羅斯威爾事件的整個事件的起因呢，其實並不是所謂墜毀的那個 UFO， 而是在墜毀 UFO 事件發生前2周，飛行員肯尼斯·阿諾德在執行任務的時候，看見多個圓形奇特飛行物，並在後續採訪中首次將其描述為飛舞的碟子。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美國當地的飛碟熱，一時間各種關於飛碟的新聞鋪天蓋地。媒體呢也因為這些事情會帶來更多的效益，於是對飛碟事件進行了大肆的報道，甚至編造出了很多不實的內容。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羅斯威爾西北方120公里的一個農場主人麥克布萊索曾在當晚聽到比雷聲還要大的爆炸巨響，並在次日發現散布在農場約400米範圍內的許多特殊金屬碎片。後來布萊索帶着金屬碎片交給了羅斯威爾的警長，然後向軍方報告，並且轉交給空軍基地。第2天，帶着傑西·馬歇爾上校和另一個軍官來到了現場檢視，並裝載了一大堆東西帶回基地進行檢驗。很快，軍方就給出了他的解釋：這個墜毀的物體是一個氣象氣球。這種說法呢，遭到了民眾的極度不滿。很多人認為媒體隱瞞了事件的真相，一邊極力的否認羅斯威爾事件中墜毀的是外星飛碟的內容，另一邊呢，卻秘密開展了信號計劃，負責收集 UFO 與外星人的相關資訊及情報，並且評估外星人是否對於國家安全造成了威脅。一邊說這不是，一邊他又要去研究，這就是最可疑的地方。這個信號計劃總結來說就是對外星文明蹤跡的尋找。而1年後，一個新的計劃出現，叫做怨恨計劃。怨恨計劃的目的是收集 UFO 和外星人事件相關的科學上的、科技上的、醫學上的以及情報方面的資訊，並與外星生物做進一步接觸。這個計劃和上一個計劃的不同在於，信號計劃是為了尋找，而怨恨計劃的目的貌似像是找着了，現在要開始對他們進行逆向工程了的這麼個感覺。對。而4年後的藍皮書計劃更是給了這個陰謀論一個完美的支撐。對外星人的研究需要秘密進行，因此需要壓制和降低大众對 UFO 的熱情。而藍皮書計劃明面上說着是一個為了調查不明飛行物而成立的計劃，但是呢，卻有很多正式的報告不被納入，上百件報告未被研究，對報告處理方式不恰當，甚至是經常篡改。能不能通俗的给我解釋一下？就是說，把一個原本其實挺神秘的一件事情，用各種方式強行解釋的平平常常。以降低大众对這類事件的求知欲，轉移大眾的視野，以方便他們秘密的研究飛碟。時間來到2011年4月13日，一份羅斯威爾事件後由華盛頓辦事處特工古伊·霍特爾上呈給當時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備忘錄，由美國聯邦調查局自己解密曝光了出來。裡面對羅斯威爾事件的描述非常的詳細，甚至直接承認了3架飛碟和多個不明人形生物的存在。事件發展到這兒是不是就非常奇怪？一直極力否認羅斯威爾事件，為什麼現在又主動解密了一份這樣的備忘錄？對呀，難道真的是被信息自由法案給逼的嗎？相信正常人都不会這麼認為吧。那麼現在面對2個答案，羅斯威爾事件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吗？以我個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雖然聯邦調查局解密了這樣一份備忘錄，但是呢，它其實驗證了羅斯威爾事件是偽造的。原因很簡單，如果是真的，它不可能公布真相。那麼這件事情的始末究竟是為什麼？我們上面講了那麼一大堆的計劃，難道就是講一個寂寞嗎？對呀。其實羅斯威爾事件，我個人猜測應該是由漂亮國一手策劃的針對蘇聯的騙局。分析事件一定要結合當時的大環境。羅斯威爾事件的發生正好是美蘇冷戰的開始。美蘇在2戰結束後從德國那兒了解了這麼多匪夷所思的內容，這些內容是不是真實的，是不是可信的，他們誰也說不準。但是如果一方突然宣布自己獲得了一架墜毀的 UFO， 那麼
麼事情就會立刻不一樣。对，明着騙肯定是達不到效果的，当然是要极力掩蓋一个謊言，对方才会認為那個謊言才是真話。漂亮國撒這個謊的意義啊，是在定義未來的戰爭方向，未來競爭的領域。那麼漂亮國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我也想知道。這就是東西方文明根本的差異了。西方人認為啊，人類不能沒有戰爭，人類的發展靠的是戰爭的推動，一切科學行為和結果是需要一場戰爭來檢驗的，而科學發展的方向都建立在假設戰爭的誘發上。有些西方學者啊，設想未來的世界，未來減少世界範圍內的戰爭和衝突，希望把視野轉向去地球之外，設想一個新的敵人來穩固社會。但是事實真的如此？我認為並不是啊，西方這條理論只是在為自己殖民和掠奪來找借口，妄圖合理化他們的暴行，還想讓被他們壓迫過和剝削過的國家誇他們優秀。就是自古以來，華夏文明的繁榮從來不是靠着四處征戰打出來的，而是以一個大哥的身份穩定周圍附庸國局勢，和平發展而來的。在和平穩定的發展過程裡，我們的科技照樣處於世界領先行列。近代的衰落只是一個意外，和平崛起將打爛所有西方那些所謂學者的臉。一邊是樹敵戰爭再樹敵，一邊是和平穩定共同繁榮。大哥這個位置，誰更該來做？誰的強大對世界更有利？大家也應該心知肚明，好吧？這也許才是西方害怕中華崛起的最重要原因。